今天呢，这一位人物呢，我先暂时不讲他名字，我给大家猜，他来自上海，他是在大马生活。对，两夫妻都是专业人士，带了一个小男生过来马来西亚。谁呀？我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吃了马来西亚的国民早餐。拉西了吗？对，那个时候呢，他就用手来吃，就手做饭。用左手吗？他用右手，他是蛮聪明的，所以这号人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了吧？他就是来自上海的 William。首先呢，我很好奇，当初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认识马来西亚？认识大马，我想还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到大马来旅行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当时也有很多我们讲新马泰之后，有很多人就会到这些地方来旅行嘛。我们也是和家里人一起利用一个假期，大概是10月份的时候，就来旅行，就了解大马，这是第一次来。所以那个时候是来了吉隆坡还是槟城？其实没有来吉隆坡，跟很多人一样，就吉隆坡只是转站。马上就去槟城和兰卡威，我们大概1小半时间在槟城，还有一些时间在兰卡威。OK， 好，这个是很多观众很喜欢的课题。当时的初印象，对马来西亚的初印象是什么？当时的初印象就是食物好吃当然还有个很特别的印象就是人吧，人是非常 nice。这个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其实很多人都会说马来西亚人很 nice，到底他的 nice 他好在哪里？OK，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当时去槟城一个餐茶室，几乎在那边的3天，每天早上都会去吃早餐，叫和平餐茶室。我们最近还去找过，它已经关闭了，在 MCO 之后那个好玩在老板他一人一份，一直在炒粿条，炒完以后呢，他会教我们怎么样去，比方说怎么样吃落地，怎么配合半熟蛋，怎么样吃。我们觉得他沟通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我们后面就想最后一天了，就说老板这是给你的小费因为你做的特别好。他说不可以就这个让我们印象很深，因为你看他不是说我不要他讲的是不可以，说明他对自己有很高的一个道德判断但这个话我们后面也常常听到所以这段时间就对整个马来西亚的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其实马来西亚人是非常好客尤其是对来自我们国内中国的同胞们，真的，但是不只是华人马来友族我们这边的印度友族都一样的好客。好，这么多国家OK， 你选择马来西亚你如果讲到宜居的国家很多人会选择可能是泰国或者是台湾甚至是日本或者是欧美国家OK， 为什么会选择马来西亚？台湾我们肯定是没得选嘛你也知道这2个地方的关系旅行都不行泰国很多人会选，泰国跟马来西亚应该算是比较接近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熟知程度相对没有这么高，但又确实有很多中国人会去。那它的差别我想主要是在饮食还有华人文化这个上面是有一些差别的。那我们当时确实也有考虑过泰国当时精英签还没有升级，它也没有特别贵。我觉得主要来讲会觉得第2家园的计划它是它也不难办，它给到我们的保障会更好一点你像泰国就有一个很怪的制度，你要90天报到，常常要跑过去说我在泰国还怎样，我听说。然后呢，我们又想到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当时的便利嘛，就我太太还有我们的当时的公司在马来西亚都有 office， 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尽量长的多挣一点钱，多在工作一下，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我想说的就是说，它肯定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我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比下来，这个是唯一的。但不如倒过来想，这是一个对的选择，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我少有做一些不太理性的，我们靠感性来做选择，但都很对，我觉得。是证明你们有眼光。当然，我觉得有很多的国内的朋友、中国的朋友，他们来到泰国吃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很容易适应Tom Yum Green Curry 或者他的那个炒饭他们都很容易接受。不过我看到他们来马来西亚吃一些，就算是我们的福建炒面福建面或者是我们的炒粿条或者是我们的沙或者咖喱面，他们都觉得好像很油很甜我不了解，我觉得马来西亚不是更贴近我们中华人的口味吗？其实这个是要分的了。这我可以说很多在中国南方整个中国来说的话，差不多长江以南就是上海以南。对，当然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这些地方本来就是这里的菜系嘛。对，那都没得说。在上海是很适应，稍微上海的吃的也比较甜
也相对就是这种汤水的啊，或者一样的做法会比较多一点。不过我也理解很多国内的朋友，如果他是北方，因为你看有很多 YouTuber 是北京来的啊，或者四川啊，他其实是吃不惯，因为离他的口味会差很远啊，这是一个事情。还有第二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跟一个人是否是 open-minded 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怎样讲呢？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新的。你说福建面、拉萨，我们也是去东马才开始吃的。对。我是觉得这跟你的心态有关系。如果你开放一点，你去想想看，为什么这么多人几百年都还爱吃这个东西？它到底好在哪里？你会想，哦，原来这里面的酸甘，它这个调料的那种香料是有种独特的气息的。那你一次两次真的会很喜欢，你很喜欢就接纳了一种新的东西啊，就很好啊。所以我们到大马吃的肯定都不是上海能吃到的。这里有一些上海餐馆，但做的都不好吃，所以我们这肯定都是在大马华人有的，对我们来讲都是新的。所以对自己就很好。那你相反，如果自己是很封闭、很狭窄，你就真的没得吃，天天只能去中国超市买一些辣的东西吃。那我觉得自己也把自己过得很惨啊。这就是有没有国际观，或者愿意接受挑战外来的食物，这也肯定是。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人，我们去中国，你说在上海的口味我还接受得到，就广州这一带。我还可以。对，如果你讲到北方啊，或者是陕西啊，或者成都那一带，成都太多麻辣。如果是讲陕西的话，太多烧烤，OK， 很好，可能我也会接受不到。北方的话，我会觉得太油太咸，我也接受不到。对，它有个你大体上是比较开放，就一定会多吃很多。但你也会有很多东西，你吃着还是吃不惯，一定会有。比方说，其实福建面我没有吃，我很想试，我们吃过很多了，但我碰到的问题是什么？除了油和咸之外呢？很多包菜都很苦，说明它的料选的还不够好。我相信好的东西不能有些基本的错误，苦啊、不新鲜啊、腥味啊，这些都是不能有的。所以我可能还没有吃到好的，但是我还在探寻，在找哪些有炭草味很重啊，或者它油到猪油渣让你感到很好吃啊，我还在找，没有放弃它。但你真的有不习惯，那就算了啊，不要很纠结嘛。对，你这里说的福建面是我们中马的福建面，不是北马的福建面。对，北马的福建面是虾面嘛。对，我说的就是这里的福建面，这边黑黑的大大条的。对。OK， 不过这边有几间福建，蛮多这个福建面的面馆，你要慢慢的去 explore。OK。当然，他们其实最主要，它里面有猪油渣，猪油渣是它里面的精华。然后我们讲到的就是，因为你来到马来西亚，其实当初是因为要逃避中国的那种。很给你一种压迫感，还是因为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感觉啊。其实我被问多了啊，一方面我很担心自己太过啰嗦，好像总是在宣传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不过还有个有意思的困惑，我发现说多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其实这个是你真没想到了，自我麻痹。不过我也不后悔，因为确实我觉得当时那种整体的生活状态就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在中国生活很久了，我们到40岁，工作也快将近20年，主要觉得说，这个工作是处于一种极度忙碌的状态，也没有机会照顾小孩，家庭关系也很糟糕，所以我们反思很大程度上就跟你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因为环境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很卷的，好像大马人也慢慢了解什么叫卷，对，了解了，听多了。对，那这种体制你其实是很难逃脱开来的，你很难。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切换一个环境啊，让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你就会接收到不同的信息和能量嘛，生活状态也会变化。但这个必须要有条件，你才能够去考虑签。对呀，所以我们前面很努力的工作嘛，努力吧。很努力。他们一天工作72个小时。没有，他们是碰到中国经济起飞的福利，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短用5年10年时间就可以赚回他们。我们这一代啊，我们是80后嘛，我跟我太太都是83年的，所以我们相当于是在经济起飞的后尾吧，相对中后尾。80年再算后尾嘛？那其实20年苏会开始比较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以是中后尾啊。那我们工作真的也是非常努力的，反正我认识很多大马人，我们原先也有这里 office 的朋友嘛，我觉得那种状态一定是不正常，你会把自己身体啊、心灵都会工作到很 exhausted 的这种状态，你知道吗？你比如说，我们创业公司要招人的连续好几个月，我都可以工作到，比方说凌晨1点钟，可能要连续5个月这样子。所以你除了睡觉就去上班，上班也摸鱼啊、划水的时间也很少，几乎没有，所以是非常疲惫的。周末可能还要开会啊，还要加班啊。那值得吗？再选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这样子。因为你在环境中，你可能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所有的人也会告诉你，你要更加努力一点。
你要拼命一些就从你的父母、社会环境啊、公司啊，他都会这样来告诉你啊。我觉得说对我们来讲，只能说算是及时中断这样的状态。你说值不值得？在那个时候，你不得不这样子啊，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啊。如果那个时候你缓慢下来，你没有真的去很付出的话，你就被他们压下来了。对，一定要讲的话，我觉得值得的比例会高一点。在大马我就不会这样，因为大马我也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其实年纪比我大，那他也是做一天工赚一份钱，他也会跟小孩说我没有钱给你提供大学的学费啦，或者说我们俩就这样不会去太高的消费啊。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他的生活是有很好的保障的 OK， 他在看病啊、养老啊，小孩也我想有些也帮他已经买好保险啦，家里的住所啊都会有嘛。对。但在中国你就不会这样子，那么导致你会觉得我要赚够钱才可以，我要把小孩的未来，他的甚至于大学的学费都要考虑到，有些人还要给他留一套房，他觉得这样才可以。那中国的房价你也是知道的啊，所以如果在中国，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努力工作一点，你才有可能有后面的保障。对但是在大马我就不会，我就开始要想怎样，就是真的要 work-life balance， 哪里玩啊，这样子。就是你就会比较平衡你的生活的素质。我想了解一下，在马来西亚生活，对您、对你还有你太太还有你儿子有什么样的改变，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来说，对我们来讲啊，每一天都是新的。这种变化，我觉得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到的。你长时间的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你感觉你睁开眼的时候，尤其是前半年，你都会觉得是不是电影中的场景。尤其大马有很多落地的窗嘛，早上起来你会看到外面这个 highway 太阳慢慢升起，会觉得是这样吗？有这种感觉。在梦里面。对，我只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场景啊，但实际对我们的改变就是我们整个相处的关系啊，我们的生活状态啊，我们的心态啊，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啊。我们更多时间跟小孩相处、家庭相处，都会变得更多。到晚上我们就一定要出去找一个地方逛一下，或者是巴萨马拉嘛，或者去一个 mall 我那相处时间就会变很多。对，可以看到你跟 Wilson 的这个关系就好像兄弟这样子的关系。对，你跟你太太的相处呢，是互相会有心灵上的沟通。我觉得这方面之前在上海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很少。我的目标也是这样，但是你就做不到，因为相处的时间首先少了以后，大家就会更加高效的想，我怎么样说小孩，你一定要把作业做完。你可能甚至通过微信把这个 instruction 传过去，那他就要这样去做了。我们有些朋友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家族建了一个群，老人也在，他跟他的先生也在，小孩也在里边，就说谁晚上把准备做好，几点钟送到我这里，就像在养一个工人，你知道吗？那因为你时间少，你只能这样，你又很焦虑，你希望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学习成绩？对啊。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大家相处的少，沟通的少了，就关系也会变得生疏的，所以这个就有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心态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也会，我太太前2天还说，她说怎么办？然后我进了商场，看到别人都不自觉的脸上在笑，因为她在上海，大家你也去过嘛，就紧绷的会多一点。其实说实在的，中国来讲，这段时间我发现到，大致上的人都不会主动跟你对眼神，而且就算你问他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好像一种很陌生，或者是有一种距离感。对，反而是最近2个月，我们去了一趟广东、福建跟梅州，我会发现那边的人反而会更加的淳朴，很自然的会跟我们打成一片。所以我就算我们这样随便问走过是那些阿姨啊，会跟你打招呼，你们在拍视频啊。跟我感觉到去其他像成都或者北京啊、上海有一些不一样。是的，其实我之前坦白讲也得出过不正确的结论啊，我甚至会觉得好像中国都是这样了，大家都不太友善。但是我慢慢也去的地方多了以后啊，你像广西也有地方，南宁啊，在广东当然也有些地方，成都确实是这样的。我就是在思考，为什么有些地方人与人的关系会更加好一些？后来我有一个大致的，可能不一定准确，但很有意思的总结。我觉得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跟房价成反比。房价成反比，就是房价越贵的地方，人与人的关系就越紧绷。你看，你成都是个大城市，但我告诉你，成都的房价很低的。大家最著名的电子科技大学附近的房价就1万多这样。那么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不用想着我身上背着一个30年的巨大的贷款，心态就会比较，时间就会比较多，关系就会比较容易，比较融洽啊。所以你看这里。我们即便讲大马都很好，但你可以想象布加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吉隆坡和柔佛和北马，我觉得应该都不会有差别的。你去到
我看到你还没有真正去到乡村地方哦。没有。你最乡村的，我看有啦。你一上北马的时候有去过马来甘榜，在文东你也去了，去文东、金宝，还有五级丁仪，还有一些什么住吊脚楼的那什么地方。对，还有一些小镇你可以去的。其实，在南马、北马都有一些小镇，比较人会很少去注意的小镇，你可以去，那边的人会更加淳朴。那你可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肯定跟上海不一样，上海现在是一个非常发展的，像一个发达国家一样，它的基建也做得很好。所以到处走的话，只要搭地铁、高铁就可以了。城市里面了，对不对？在马来西亚，当然你在我住的地方是属于雪隆区，我们在吉隆坡跟雪兰是在一起的。所以雪隆区这一方面来讲，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地铁，甚至如果有地铁站的话，你还要走一段路，或者要驾车停在那边才能够上地铁。所以这方面还是不是很完美。所以在行这方面呢，你在马来西亚的体验是怎么样？开车就一定要开车。你住在哪里呀？我住在沙登。沙登哦，公共交通也是蛮的。所以一定要驾车。其实，在马来西亚驾车是一种享受来的。你知道吗？如果你今天叫我坐地铁，我去到商场我要买东西，我还要用手拿着，我还拿着那些东西或者背着那东西走好几段路。对，我就是说，你要在大马嘛，我觉得你就要了解它的游戏规则，就这样来。因为你看80年代老马重建以后，基本上它整个大马就是按照有车族来设计，对，它就是一人一车，对，它的 highway， 你看我们所在的商场这么多的车道绕进来，一圈停车嘛，对，其实在中国不是这样，不会把墨建这么大，它的墨很多都是有台阶从外面走上来的，但这些墨基本上都是没有，尤其像 Echo City 啊那些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就一定要有一辆车会比较方便。但是它的油价也比较平嘛，对，油价也比较便宜。所以你是买车的？我买车了。那你买车子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买车，外国人买车，我觉得是越早越好吧。首先，因为有很多人来的时候他会不买车的，这你们可能不了解，但有很多中国过来的，他会觉得我就陪小孩读书就好了。这个我觉得会很惨。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半径不会超过自己附近的几百米，这样就很小。所以，若是那些打算来这边陪读啊，还是这边长居的人的话，其实最好是买一辆车。真的，在马来西亚有车你就很方便，你要去哪里都没问题。甚至是讲你要去外面买东西的话，我们这边找 parking 也不难，找停车位也不难。对，我反正会是买车，但我们个人，因为你知道第二家园有些人是想要第2年把一半的钱给取出来嘛，所以他会买一个比较好的车。我们觉得车够用就好。是，对，但是我看安全第一。对，唯一的经验我就想要把油箱买大一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车油箱好小啊，我每周都要去打油，我觉得好烦啊，经常开到已经是0了，就到处找油站，这个让我心里很慌。这是什么车子啊？CX-5 就是 Mazda， OK， 50升吧，好像是。其实你下次吃100的话，你就开始去找改善你的这个习惯。我每次只要少过100的话，我就去加油，那你就不会碰到那种一直要找油站的麻烦。就说到这个在马来西亚驾车，你觉得危险吗？不危险，就正常嘛。其实会有可能会相对好一些吧，因为大马的话，它车道会更宽一些。我只在上海生活比较多啊，上海车道很窄，会要驾得很小心。在马来西亚驾车的话，其实比较担心就是那些所谓的电单车、摩托。对，摩托要当心，这已经习惯了就好。对，因为他们驾驶都比较鲁莽，而且没有规矩的，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如果是在 highway 的话，在高速公路的话，你要特别小心，就一群人摩托车，那些真的你还是要尽量远离他们。因为比较高风险，他们有时候会耍杂技的。我们就叫做 Superman， 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一点。现在我想问几个问题，如果要你说出马来西亚的5个好的地方，还有5个你觉得不好的地方，你可以指出哪几点？大马生活质量比较高吧，生活质量就是说它是你获得的和你付出的成本的比较。生活质量会比较高，是会让人少奋斗很久。这是第一个吧。第二是人比较 nice， 这样因为整个社会是由许多人组成的嘛，所以你的日常生活就会感到更加舒心一些。再有，我想大马整个社会环境比较松，整个社会它对你的管制和管控就比较少。
你就感觉没有人会影响到你。天也没那么多。对，天眼也没这么多，它有多种因素来，本来很多社会就都是这样的，那政府不会像一个大家长这样的来管你的。之前都在上海，都是在上海了。太太也是上海毕业。对，不过你们两个的英文水平都很高哦。没有 vocabulary 单词，你怎么了？单词都不要就真的一般真的。说起话来很有条理，很喜欢听他说话。说到你太太，我就有话说了。为什么她不入境呢？我也不懂他，他说可以自由一些嘛。他其实有知性美，他真的他的声音很好听，而且他讲话头头是道。对啊，所以我可以叫他，因为我至少损失了2万个粉丝吧。还是你们有定个 target， 到了多少时候他才入境啊？我没法强迫他是我的 boss。OK， 我觉得其实我蛮喜欢看你们夫妻俩的这个交谈，你们两个交谈的时候，往往都会有很多的火花或者很多的新的课题延伸出来，所以可以鼓励他放心。好，还要再嘛，继续教育比较好了。对，教育对啊，小孩教育，因为其实雪隆区有大量的国际学校可以选择，甚至于如果一开始愿意的话，也可以进入读中，也是可以的。第2家最近你在做很多读中的系列，我现在了解，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好的教育资源、教育理念啊，老师也很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好处。你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读，对，上海也是在国际学校吗？没有，我们叫公立的，相当于这里是国民型的，国民型学校。OK， 在这两边的教育，它的差别性在哪里？首先，它不是对等的啊，因为确实是2种教育制度。上海我们读的是公立的嘛，这里念的是国际学校，确实是不一样的。抛开这个来讲呢，我是觉得应该有很大的不同了。它整个首先会更加轻松一点。老师对学生的培养是比较全面的，他是希望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吧，就不单单只是学术。在社交方面，对，就方方面面社交啊，你的一些生活能力啊，做一些项目啊，它都会有了。中国比较学术性，对，中国一定是这样，以考试来定你的本身接下来应该进是什么。OK， 所以这2个方面有好有坏。当然，如果是讲开放式的话，对小孩子的身心发展会比较好，所以你觉得你学习比较快乐一些，对，爸爸妈妈也比较快乐一点。对，我们不会，我从来就没有在问他学习的事情，我们也比较符合我们的理念嘛，我们觉得不需要他变成一个学术上非常优秀的人，我们更多的希望他能够更加快乐的去学一些全面的东西，也比较自律吧。我觉得好像这种开放型的人，他自己就会自己对自己的责任，反而不意味的就是父母亲在旁边的催促他做功课。对，有意思的事情啊，我觉得我们就讲一个点好了。其实很多家长啊，他会认为正因为小孩不自觉，所以我才要去盯紧他。我觉得事实往往是相反。对，你只有相信他是一个可以对自己负责的人，他才可能会对自己负责。对啊，这我就提这一个点。对，这个点我是非常认同。如果你一边的鞭策的话，反而会叛逆，尤其是过了青春期了，在青春期的这个的少年呢，他们都是比较叛逆的。如果你交给他自主的话，他可能会更加的对自己会有要求。如果你在鞭策他的话，可能他会反得更厉害。你们在家沟通什么语言啊？上海话和华语啊。英语、马来语呢？没有什么英语，他有可能他的同学会讲，跟我们还是上海话和普通话，这是习惯性的。对。我刚才有听你讲几句马来话，你在。我一开始是想学马来语的，因为我觉得可能会生活的会更好一点。是的。但我后来放弃了，我就学了2个月。因为没有去沟通，你要 practice。我是觉得，坦白讲啊，我觉得学对我的收益不会太大。我要把时间花到学其他东西啊，我学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在学什么呢？我学很多投资的东西，而且可能还是更加重要一些。因为马来语现在对我们没有这么重要啊。如果我再空一点的话，我可能会学。可是老杨说学马来语有好处啊。没有啊，其实我觉得买票的时候有好处，但我们不需要做所有有好处的事嘛。我觉得开心就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刚好你有时间可以学就学，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当前最重要的东西去把它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好，今年已经来了差不多1年半，半年，1年半，来了1年半。你如果是孩子长大了。OK， 他考完的这个高中，接下去策划，就是他的在学业上策划，你打算他还会回国，还是去国外，就是欧美国家？
都可以吧，但最好不要回国。不然会让我们感觉我们白的出来了，对。而且他回国的话，我觉得竞争力肯定也不如人吧。我觉得他本身也不想回去吧。对，有可能吧。昨天还问他，我说你名字还会写吗？他说会。我说字的写你会写吗？他说我不会了，他说我本来就不会。哦，因为这点是我想问的，因为毕竟我看到很多陪读啊，带孩子来到国外，孩子一段时间他们就去欧美国家，还是澳洲或者纽西兰，过后他们就是在那个国家你读书的国家就业呢，还是会回到国内，所以这点也就是我在想的。我不懂他们，其实我们跟很多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他出来，很多大马人讲得很好啊，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做到，但我们用这个东西作为自己的标准。就很多大马人说世界公民，说世界人嘛，其实我就很希望他也去做一个世界人。这个意思就是他在哪里都可以，他脑袋里装什么都可以，他装着小笼包啊，装着拜天公，装着原先上海的一些东西都可以。他应该脑袋里也是一个混杂的一种罗家的状态，那他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我经常讲，小孩要成长成大人都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样子，你做梦都没想过哦，他是这样的，那就 OK 了，那就说明他不是我们设计出来的，他是自己长出来的。对，所以我一方面我们并不会限制他怎样，只要他变成一个世界人就可以。他要遵循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那他对人尊重啊，他对自己负责啊，他要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啊。他尊重基本的一些礼仪规范啊，我觉得就 OK 了，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也经常觉得，说实话，你的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大学以后就不是我们管，我们每天给他灌输的概念就是18岁以后就不属于我们管。我说你马上就12岁了，2/3我们已经完成了，只有6年了，我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很多。对，在 Plus 后面几年你会很叛逆，有可能我也不一定打得过你。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多少年的相处时间，大家都珍惜。就简单说，就是希望在孩子在这段时间先学好如何作为一个人，就是品性好的人。其实这才重要，因为修身嘛，你把自己修好的话，你以后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太多的这些问题出现。我觉得先把自己先搞好先。对，他很清楚，我跟我太太2个人的亲密关系是第1位的，我们俩跟他的亲子关系是第2位的，他自己也很清楚。我们家就这么排，他在我们这所大学里面就只有18年的时间，他去过他自己的人生。很好，这很好，这样at least可以给他劝出一个比较独立思想的一个年轻人。好，马来西亚不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这个你可以就是你个人你碰到的，可以说出来没问题。对，其实不好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也不能讲最大了，就是连华人都不敢讲的那些，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实际上没有，我们已经不讲了。对，其实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啊。那我觉得如果一定有一点点影响呢，我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吐槽哈。我觉得，比方说对我们外国人来讲，其实马来西亚本身就是地大物博，人不是那么多嘛。它比起新加坡，应该更有能力开放的胸襟，吸引更多的人才进来。至少比起新加坡会是这样嘛。对，即使马来西亚顶层的这个原因，它不能去吸收移民，就导致了第2家园的天花板也是很低的。我5年要 renew 啊，万一我死了的话，我太太要重新去申请，就是主申请人不在了，你懂？这个有很多这样的接触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方面有关单局真的要去把第2家园的整个 condition 或者它的整个 term and condition 跟它做好，因为毕竟人家能够来移居在马来西亚，也希望能够一个安定嘛。如果这个东西不能够给人家一个一劳永逸的安定的话，那你这个第2家园做出来都是属于白做的。我是觉得马来西亚应该吸收更多的国外的人才来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真的需要这些高科技的人才，那才能够把马来西亚带到另外一个 level 的层次。我们希望接下来会更好，希望我们的政治人物能够越来越有素质，也能够以马来西亚的发展为前途，把马来西亚搞好起来。这也是我们身为人民的人的心声啊。对，其实对我影响也没有这么大了，但我只是替我认识的很多马来西亚人，觉得他们会得到更稳定的政策，更快的效率，尤其是在效率上。很多事情就会处理得很慢，你知道吗？你大到很大的一些政策，小到你家里如果电梯坏了有人来修的话，那一定会是等很久。好，讲些有趣的事情吧，感动你的事情吧，在马来西亚。感动的很多啊，就我们其实主要是在和人打交道的方面吧，就有很多啊，尤其是我们刚来的第1天是春节，
我们第一天就有其他族裔的人跟我们说，停下来转头跟我们讲 Happy Chinese New Year， 这是第一天晚上就很感动啊，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我有记日记了，我翻出来都可能有上百篇这样。所以我们不讲人来感动了。除了人方面，我相信你会很多除了大马人的感动，还有哪一个地方是感动到你的？我觉得大马的住宿条件就很好，你花一样的钱，比方说我们住的这地方下面那个湖啊，建筑的质量啊，其实是很好的。所以住宿条件的确，在马来西亚，如果你是住公寓呢，你就可以享有很多它的设备，泳池啊、健身中心啊，或者一些 multiple 啊，或者还有一些有篮球场、羽球馆。OK， 这是它的标配啦，还有保安。这的确，如果你跟国内并不是所有的公寓都有这样子的设施，就算是停车位也是蛮辛苦的。一般上你们是在家里煮还是外去？我们2/3在家煮吧，每周大概2-3次出去这样。好，讲到马来西亚的政府部门办事比较慢，因为这已经成了马来西亚，我觉得不是马来西亚啦，很多东南亚国家或者其他南美洲国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慢的习惯了。尤其你讲欧美国家，他们的政府部门办事也不快的，也不快，是他们也是很轻松的。不过因为国内、日本、香港在处理这方面，我相信他们的积极度会比较强。是。而且我们有观众说，如果大马效率很高的话，就没有你要的这么低的成本了。我觉得这也对，我也无话可说，就是。所以我们就习惯了它了。就像身为一个大马人，我们已经开始习惯这种慢，而且不会对这种慢有特别多的要求。有些时候去到那边呢，它的速度快呢，我们就当做是一种 bonus。我还是要谢谢 William 今天播出他的宝贵时间。出来跟我们见面做这样子的一个专访，不客气啊，谢谢杨哥。不要客气，因为我就很想见你了，因为我觉得你是少数在马来西亚博主方面呢，真的很用心的去做一些功课，把很多课题拿出来谈，尤其你的直播的这个视频，我觉得越做越好。谢谢，欢迎来打赏。我觉得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可以提供所谓的叫第三视角因为对中国人来讲，显然你是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一个人他会了解外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慢慢发现，我们反映的事情对大马人也有意义。对，因为好多大马人会跟我们讲，我早就忘了马来西亚是这样的。他说你发现的这个细节，好像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对，所以我就变成一面镜子让大家都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发现大马，热爱大马。就从你们的视角呢，我们才慢慢体会到，原来马来西亚还是挺美好的。所以其实这方面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看第三个视角来看大马，因为我们本身已经麻木了，我们看到的东西已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不过因为第三视由别人的眼光来看，就算我现在目前也不只是关注在国内，我也看一些欧美国家的朋友来。我觉得这些欧美国家的朋友，甚至日本、韩国的人，他们看马来西亚的这个角度，我觉得马来西亚真的是很棒哦。也给了我们马来西亚人的一种安慰了，不然我们本身都觉得马来西亚，其实马来西亚做得很好了对，其实马来西亚都在努力中，只是我们这几十年来讲可能会比较慢一点。没有，我觉得是这样的，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班上不一定是成绩最好的这个人他的生活是最幸福的，有可能你是成绩平平。但他下课他也会去买点小的吃的东西他笑嘻嘻的，也很热爱帮助别人他的人缘很好所以有可能这样的学生才是最开心。所以也不要一定是把做事的经济发展变成完全是第一的，他肯定是不能没有。很好的一个形容。当初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槟城博主有讲过，他把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形容成两种不一样的人物。我都不敢说新加坡。其实新加坡也有它的不错的地方啦，大马有大马的好，新加坡有新加坡好，中国有中国的好。就是我觉得讲出来是好的，因为毕竟如果是我们的心胸宽大的人，我们是有远见的人，我们听到这些不好的地方，我们才有进步的空间嘛。如果每天都是听到好的话，那你就自我膨胀了，那反而对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一个好事来的。毕竟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来提升。好，最后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如果觉得这视频不错的话，来 subscribe 我们 ，OK， 关注我们。谢谢各位，谢谢，拜拜，拜拜，拜拜。